那 OK， 就在刚才啊，我总算是收到了这个 Redmi G Pro 日文版的最终价格了，7599元啊！京东自营返110卡之后，等于是一个7499。那咱们就先来看一下7499这个价格 ，Redmi 给到了你哪些东西吧。首先，一个全新的模具，那这个没得黑，对吧？啊，不管是颜值还是金属机身，确实是比去年那个好多了。在配置上，它给了你一个6800H 加上3060啊，这个应该就是今年 AMD 游戏本的一个正常配置了。最后呢，还有一个2K 500尼特240赫兹的屏幕，这个规格甚至比拯救者还要强些。那这样一看，7499这个价格虽然不能说特别劲爆吧，但是你要说这个价格不良心，那也纯属是尬黑了。那与此同时呢 ，Redmi G 也荣登了50钛和60卡差价最小的游戏本。而至于 Redmi G Pro 这一次对标的是哪个机器呢？啊，相信我不说，大家也都能猜得出来，应该就是拯救者的 R9000P 以及天选3了。Redmi 这一次的这个策略其实也很明显啊，就是我在性能上跟你们做到差不多，然后屏幕还更强一些的前提下，卖的还更便宜一些。那既然 Redmi 对标了，所以说本期视频咱们也会频繁的对比同配置的天选3跟上一代的 Redmi G， 横向加上纵向对比。那相信大家在看完本期视频之后，对于 Redmi 今年这一款重头戏产品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在配置上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个点。首先 ，Redmi 这次只发布了这一个配置啊，说明他们对于这个配置的性价比还是很有信心的。其次，电源适配器给到的是一个330瓦的。啊，这就说明这个模具在后期有可能会上3070 钛甚至更高的版本。其他方面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啊，所以咱们就从外观还有性能上来一点点看看它有哪些优点还有缺点吧。Redmi 今年这个新模具其实是第2次出现在咱们的频道里边了，之前首次出现是在 Redmi G 的3050 钛的视频里边。那虽然说那个机器的表现褒贬不一，但是我看了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模具还是非常认可的，跟去年那个模具一比，高下立判。毕竟去年那个模具很多小米之家都是不愿意展出的。那么这个新模具最大的改变主要有3个点。首先 A 面换成了金属材质，颜值的话也更高了。其次呢，由于换成了16:10的屏幕啊，所以屏幕的下边框也更窄了一些。而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屏幕下方的镜面处理部分了。那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线下看一下，那这个对于整机的质感还有颜值上提升都是非常大的。毕竟是升级到了金属，所以说在重量上 Redmi G 依然是属于偏重的那一类，大概是2.6公斤左右。屏幕上是这一次 Redmi G 升级的重点，面板上非常突出，一块来自于冠显的2560×1600 240赫兹高刷屏。在屏幕这一块，很多人会问2个问题啊，为什么要用240赫兹，以及240赫兹真的感知明显吗？首先，第一个问题，240赫兹除了能够提升 FPS 玩家体验以外，那我想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 Redmi 为了和 R9000P 拉开差距。那你总不能给一个3060 4K 屏，对吧？啊，所以说就只能卷刷新率了。那另外，从165赫兹到240赫兹啊，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肯定是感知不明显的。但是对于我身边那些专攻 FPS 的玩家来说，很多人用了240赫兹之后，确实是再也回不去了。那实测下来，这块屏幕有490尼特的亮度，98的 sRGB， 显示时间也比较不错。不过有一个问题啊 ，Redmi G Pro 出厂默认的色彩模式是原色模式，而非 sRGB 模式。那在这个原色模式下，亮度还有色域多少都会有些削弱。多好的一块屏幕，对吧？而 Redmi 为啥非要自裁一刀呢？所以我还是建议零售版机器要么默认 sRGB， 要么直接删掉这个原色模式吧。在键盘上 ，Redmi G Pro 依然是把全尺寸方向键和数字键全都给到了，1.5毫米的键程。键盘的排布还有手感都比去年好上了不少。那顺带一提啊 ，C 面上边这个不是音响，是接风口，音响是在最底下的。那最后在接口上 ，Redmi G Pro 和3050版本也没有什么区别，依然是4个 A 口加上1个 C 口，其中 C 口支持了100瓦 PD， 而且3个 A 口也都是真正的 USB 3.1 接口，视频输出接口也比较多，一个 DP1.4， 一个 HDMI 2.1， 那最后还有一个 SD 卡槽以及一个网口，数量还有接口协议都非常给力，值得表扬。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的散热还有性能部分。去年的 Redmi G 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如果你不把机器垫起来使用的话，那么显卡是跑不到130瓦的。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那这个问题在今年的 Redmi G Pro 上已经不存在了啊，没有问题，130瓦稳稳的 ，CPU 给到了80瓦啊，也算是比较激进了。
双跑的话就是45瓦加上120瓦，总共170瓦的性能释放。那么170瓦对于这个配置的机器来说，也绝对是优秀表现了。只不过在双跑的时候 ，CPU 尤其是 GPU 部分的温度比较高，所以我建议这个机器在使用2-3年之后，还是尽量去换一次硅脂，以防降频。噪音还有温度上表现比较正常，噪音的话是55分贝。如果放在去年的话，确实是比较吵的，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大部分360游戏本都是这个噪音。键盘温度表现的还不错最高温刚刚过50度。另外呢，我发现这个机器在最大转速的时候，你把手放在 C 面上是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风扇的震动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工程机的颗粒这个还有待观察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跑分环节了。Cinnamon 整20多核5600分，单核606分。循环15次之后的分数非常稳定没有低于5500过。相比于同配置的天选3会更强一些，而相比于上一代的580H，其实并没有高太多。那毕竟今年锐龙6000系的提升主要还是在续航还有核显部分 ，CPU 的理论性能只是一个10%左右的例行升级而已。微软渲染器10243分，和刚才表现一致，没有问题。而 PC Mark 10的成绩也说明了680H 的提升点主要还是在生产力还有内容创作这一块。再来看一下 Adobe 全家桶 ，Redmi G Pro 和天选3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的，而且锐龙6000系列相比于上一代在创意设计领域其实也没有什么提升。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显卡部分，130瓦的 RTX 3660咱们已经测了太多次了，那它们基本上都在接近9000分的这个水平，大概就是8800、8900这个样子。但是呢，这台 Redmi G Pro 我跑了无数次，结果都只有8400分。其实本来这期视频应该早点发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久。那最后我发现主要是因为2个原因。第一，这块3060用的是海力士的颗粒。第二 ，Redmi 对于这块3060的出厂频率限制的实在是太低了。天选3这边就算不超频显卡也能跑到2G 左右，但是 Redmi 这块甚至还不到1.85G 赫兹。那我只是把这张显卡小小的超频到了1.9G 多的水平 ，Time Spy 的跑分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的8800分了。这个其实也好改，后面刷 BIOS 就行了。所以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 Redmi 的工程师提醒一下。那么来到游戏测试，首先咱们先不超频，在1080P 下 ，Redmi G Pro 还是非常接近天选3的，几乎是5开。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满血360实际上指的是115瓦。那么超过115瓦这个 dB 对于跑分有影响，但是对于游戏的影响是真心不大。而对比去年的 Redmi G， 你会发现虽然只是换了一个 CPU， 但是游戏上也有10%左右的一个提升。而在超频之后呢，你会发现游戏上它跟140瓦的天选3就完全是一个水平了。所以不管是海力士颗粒还是130瓦的3660，对于游戏的影响是真的微乎其微。Redmi G Pro 依然是同配置游戏本里边的第一梯队的游戏表现。不过呢，在2K 分辨率下，个别的3A 游戏就需要降低一档画质了。其实所有搭载3060的2K 屏游戏本都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要在画质还有分辨率上进行取舍。但是在网游这块，像撸啊撸还有 CSGO 都是能吃满2K 240赫兹的。网络游戏配合这块高分高刷屏体验是真的很不错。除了硬件以外，这次 Redmi 在软件上进步也是值得肯定的。新版的游戏盒子除了常规的3种模式以外针对3060版本又追加了一个狂派模式，而且这个游戏盒子的 UI 设计相比于个别厂家看起来也更舒服一些。其他的包括驱动下载、配置以及 MIUI 加做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尤其是可以直接复制 SN 码这个细节，对于很多想在官网申请、售后还有下载 BIOS 的新手来说特别友好。不过缺点就是目前这个游戏盒子还不支持窗口化，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 MIUI 加的各个模块用法应该给一个2G 链接详细解释一下现在这样子还是有些敷衍了。视频最后呢，我们还是来拆个机，整机依然是双风扇加上4热管的散热方案，对付这个配置应该是极限了。那如果说后续真的会有 i9 以及3070 Ti 版本的话，那么散热模组应该是会再次升级的。硬盘的话是群联的 4.0 盘子，但是跑的是 3.0 的速度，包括内存跑分，这里给大家参考一下。而在扩展性上呢，它并没有像戴尔那样犯病依然是给到了双硬盘加上双内存。电池是一块80瓦时的 PC Mark 8续航成绩5小时35分钟。那你现在应该知道隔壁的续航有多拉胯了吧？很多英特尔的轻薄本甚至都做不到这个水平。OK，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吧。Redmi G Pro 2022除了在一些细节上的小问题以外，那作为一台满血锐龙游戏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做工优秀，屏幕同价位下最强，而且性能也没有拉胯。
7599这个售价，我觉得在定位上卡的也是非常准的啊。它比同配置的机械革命这种牌子要稍微贵一些，但是也比华硕还有联想这些一线品牌便宜一些。从 Redmi 提升机器的品质感还有屏幕体验这个策略来看啊，其实你就会发现他们今年已经不再是死磕性价比的了，而是把目标和对手放在这些国际一线大厂上。那至于 Redmi G Pro 这个机器到底香不香呢？那就得看你自己对于小米这个品牌的定位如何了。有些人认为小米笔记本就是2、3线品牌啊，因为他们觉得小米做笔记本的时间比较短啊，在一些细节还有品控上肯定是不如国际一线大厂的。那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么这个机器对于你来说就不香了。而有些人觉得小米再怎么说也应该是准一线品牌。因为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这个售后网点啊，所以肯定是要比神州还有机械革命这些品牌要强些的。如果说你认可小米笔记本相对于这些品牌的优势，或者说你同意小米是准一线品牌的话，那么7599这个首发价是绝对值得冲的。那么你觉得小米笔记本应该算作是一线和准一线，还是2、3线品牌呢？那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目前这个移动端的13代 CPU 加上40系显卡已经确定在明年的农历新年前后发布了。那虽然说今天的这个配置出的不算晚，但是毕竟他们还有好几个配置没有发布呢。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目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发布接下来这几个配置，尤其是 i5 处理器加上3060这个组合这个配置真的是太关键了，一定要赶紧出，否则的话，我认为对于 Redmi 这个品牌来说也是一种无形的口碑消耗。那么本期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了。